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截至2024年3月，美国经济比最初估计的减少了81.8万个就业岗位，表明劳动力市场可能早在最初认为之前就已降温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股市周三小幅上涨 ，Target、Macy's 和 JD.com 三大零售股表现出色。Target 发布超预期第二季度业绩，股票上涨 12%。Macy's 销售额连续下降，股票下跌 12%。Walmart 减持 JD.com 股份 ，JD.com 股票在美港市场下跌。下一条，美股在创下今年最长连涨后止涨回落，投资者关注美联储会议记录和可能影响降息压住的就业数据。道指小幅上涨，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均上涨约 0.3%。沃尔玛出售京东股份，获利约36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福特调整电动车策略，取消和推迟部分项目，以控制成本。未来重点将是小型廉价电动车，而混合动力技术将用于大型车辆。福特将取消一款大型3排电动 SUV 的发布，转而为下一代3排 SUV 利用混合动力技术。该公司还将重新设定其下一代电动皮卡的发布日期至2027年下半年。下一条，谷歌因被指控垄断而面临潜在威胁。如果法院判决维持，谷歌可能被迫放弃与苹果和三星的合作，失去大量用户数据和广告收入。谷歌将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流量获取成本，但可能损失高达 80% 的 iOS 设备搜索量，导致收入下降 15% 至 17%。让我们关注，美联储官员上月一致认为，如果通胀继续降温，将在9月会议上降息。下面这条，美股周三涨跌互现，因投资者消化美联储会议纪要，显示大多数官员倾向于在通胀继续下降的情况下于9月降息。下一条，西西里岛沉没超级游艇的潜水员周三发现5具乘客遗体，并搜索第6具遗体。当局正在调查游艇为何如此迅速沉没，而附近帆船却基本毫发无损。让我们关注，美联储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表示，美联储需要在9月会议上大幅降息，以刺激增长并减轻消费者债务压力。下面这条，美股周三收涨。此前，美联储会议记录显示，如果通胀继续下降，大多数官员支持9月降息。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约 0.4%，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近 0.6%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 0.1%。下一条，雪花的全年产品收入预测上调，受惠于其数据云平台的 AI 进步吸引更多客户。公司预计2025财年的产品收入为 33.6 亿美元，高于之前的 33.0 亿美元。下一条， Zoom 提高了年度收入预期，原因是采用混合工作模式对其人工智能协作工具的强劲需求，推动其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了 4%。 接下来这条，卡马拉·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吸引了因国家负担能力危机而厌倦的美国人，但他赢得了华尔街的一些重要人物。接下来这条， Lucid Motors 押注其新款电动 SUV Gravity， 认为其销量能比 Air 轿车高出6倍。公司 CEO Rawlinson 表示， Lucid 的技术优势使他们超越特斯拉，包括电池、软件和动力系统。Gravity SUV 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推出，投资者将密切关注 Lucid 是否能将其技术优势转化为正现金流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奢侈品消费群体正在演变，品牌必须跟上不断变化的购买习惯。到2030年 ，Z 世代1997至2012年出生，消费者将占奢侈品购买的近1/3，而千禧一代1981至1996年出生，将占1半以上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